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今天要分享小动画制作，到底怎么做呢？手把手的分享给各位。首先呢，我们看到你要安装的 Default ROM 这个插件，我们看到这边有 Default ROM 的一个 code， 我们点复制，复制之后呢，我们打开了 Stable Diffusion 扩充功能，从网址安装给它贴上去，就点安装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没有安装成功的话，下载 ZIP， 好，来到你的 Extensions， 我们把它贴上去，然后解压锁。解压锁之后，文件夹就会出现在这里。开启你的 Stable Diffusion， 然后变更新重启就会出现了。看到 Default 功能，选择你想要的取样方法，选择自己想要的迭代步数。宽度跟高度我就说512跟512做测试，然后面部修复我就给它打勾。好，我们先跳到最后一个输出的部分。我们针对 FPS 我们要设30帧，然后你图片是否放大？放大图片并保持图片吗？不要保持图片。我生成完后我要删掉图片，它会占用你的记忆体。我们再来看到关键帧，我今天不讲2D 的部分，我今天直接讲3D。好，我们看到边界，边界就是控制小于真的图像的像素生成方法。这两个效果都可以测试看看。那我们看到最大帧数，最大帧数决定自己影片的长度时间，120帧大概也只有5秒到6秒之间。我们再看到这个权重部分哦，我们就设定默认 0.7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XYZ 轴。先看 XY-X 轴的时候，我们要先了解到帧数的使用方法。遇到参数字段中的数值如下所示。第一个数字表示动画的帧，第二个数字表示参数的值。只有一个从关键帧0开始的值，将导致在整个动画中对该值使用该值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将旋转计的值设置为0和3，则在整个动画长度上，相机将每帧逆时针旋转3度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运动，我们可以在逗号后输入第二个值，比如60和1。现在相机将开始每帧逆时针旋转3度，并逐渐减速到每帧1度，直到第60帧。从这一点开始，它将保持1度的值直到动画结束。如果我们想要更突然的变化，我们可以在这些参数之间输入59和3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摄像机将每帧移动3度直到第59帧，并从第60帧开始旋转1度。看完使用方法后，平移 Z 轴默认值 1.75， 全部圈起来，找点右键，翻成中文，比较清楚知道方向。我们会看到 Z 轴 1.75 的效果，它画布会往镜头方向去做移动。再来看负 1.75， 我们看到 Z 轴负 1.75 的，画布向外做延伸。我们 Z 轴 1.75 默认值不动，看到平移 X 轴，向左向右的移动。重移效果 ，Z 轴默认值 X 轴唯一的部分。画布往前 ，X 轴往左边去做移动。负1的部分 ，X 轴是往右，画布往前去做移动。我们看 Y 轴走向上或向下移动。先看正1的效果。我们看到 Y 轴位移往上去做变化，然后画布往前，于是 Y 轴往下做变化，画布往前。我们看到 3D X 轴，唯一的部分，我们看到 3D 旋转 X 轴，也就是说正移，它会向上的去做旋转变化移动。再来看到负1，跑 3D 旋转 Y 轴负1向下去做移动。
画布往前，我们看到 3D 旋转 Y 轴正一效果，它的画布会向右移动。画布往前，一的部分向左移动，画布往前。再来看我们最后一个 3D 旋转 Z 轴，我们看到 3D 旋转 Z 轴，正移为向左的旋转，负的话就向右旋转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设定你想要的参数。我们看到 FOV 点这个 view， 值越大的话它会比较慢，值越小它会移动的速度会比较快。设定你想要跑的参数方向，你又可以尝试不同参数做练习。我们看 noise 就是噪声点，噪声点越大的话，它周围的噪声就会越明显。所以我把噪声点调低一点。我们来看提示词，提示词这个是有规则的啊。我们看到30、60、90，也就是它第几帧的时候，根据你打的关键词做变化。我最大帧数为400。它这边的冒号跟逗号还有规则的。如果你把这个删掉，的话，它会报 error。你可以把你的提示词复制贴上，贴上去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冒号不要把它贴上去，不然你会报错误。如果你有担心报错的话，你可以先点个生成看看。好，如果它有在跑的话，代表成功，就可以按终止。我给它一个反向提示词。好，最后我们就按生成。时间快慢决定你显卡的速度。看它预览的效果，边有个下载，你可以直接下载影片。然后这边也可以播放速度，它也有文件夹，影片。在你最后一个档案，它一次会生成2部影片。当然，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模型，比如2次元的效果。这个就是我的2次元模型的效果。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给各位的，记得帮我按赞。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喽。